前不久，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总统川普的支持者查理·科克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时遇刺。科克当时正与观众探讨有关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和枪支问题，其本人生前也是一位坚定的拥枪主义者，并且案件事发地犹他州恰好就是一个拥枪法律宽松的州，私人之间的枪支转让行为并不需要进行背景调查。而不论是支持拥枪还是要求枪支管控，所有相关的争论都绕不开美国宪法第2修正案。那么这部法案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各方又是如何通过法条阐述自己观点的？美国各州的枪支管理最终又会走向何方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美国宪法第2修正案的原文仅有一句话，却成为了200年间最具争议的法律条文之一。这段诞生于1791年的文字，不仅在美国有多种解释角度，在中文世界也衍生出了3种主流译法，每种表述都暗含对权力主体的不同侧重。第一种译文强调民兵集体权，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安全所必须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此处人民被解读为依附于民兵组织的群体，持枪权是与军事服务绑定，淡化了个人的角色和日常生活的色彩。第二种译法则是模糊主体界限，管理良好的民兵是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须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这就弱化了民兵与个人权利的必然联系。第三种译法则直指个人权利，强调个人的持枪自由，保障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需要一支规范的民兵组织，而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这种断句方式将后半句升格为独立权利条款，彻底将个人持枪权与民兵服务的关联性剥离。我们光是看这3种译法就能发现，支持拥枪的人跟要求枪支管控的人都能从第2修正案中找到自己想要的解释。支持拥枪的人就强调人们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这句话就行了。要求枪支管控的人就说法案强调的持枪自由是与民兵军事服务相关联的，民兵武装对国家很重要，不是说普通百姓也要持枪。说到这里，关于法案中民兵一词的语义目前也存在一定分歧。Militia 在18世纪北美语境中特指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预备役武装，区别于职业军队，其职能涵盖抵御外敌、镇压叛乱，乃至对抗联邦政府压迫。按我们一般理解，这就是地方民兵组织，但在现代英语中，这个词儿已经扩展为所有适龄服役公民。那如果说法案说的不是民兵，是所有可服兵役的人，那不就等于大部分人都有拥枪权吗？至于法案中的 keep and bear arms， 不同的解释角度也能得出不同结论。拥枪派认为这里的 keep 枪支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就是私人持有，晚上睡觉放自己枕头底下也没事儿。至于 bear 枪支到哪里，肯定也是我们自己决定，带到公共场合也行。而禁枪派则认为法案中的 bear arms 明显是当时的一种军事术语，是集体军事活动才会用的词儿。如果法案是支持个人拥枪，那怎么不说 carry 或者 take 呢？反正吵来吵去，争论的核心还是在于法案中规定的持枪权利主体到底说的是谁？持枪权究竟是民兵组织的集体特权，还是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呢？这一争论从修正案诞生之初延续至今，也成为拥枪和禁枪两派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原因。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早在第2修正案公布之前，美国民间的确已经存在持枪传统，枪械的沟通范围也比较广。早在1620年5月8号抵达普列茅斯时，移民们就凭借火枪对抗印第安部落以及狩猎获取食物，枪支成为拓荒者的必要工具。1631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就率先立法，每个家庭必须配备1杆火枪、1磅火药以及2发子弹。这种基于生存需求的强制配枪令构成北美持枪文化的原始基因。到了独立战争期间，北美殖民地争取脱离英国时，民兵制度更是展现出了决定性作用。在1775年列克金敦的枪声中，正是手持私人武器的民兵打响了反抗英国统治的第一枪。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也强调，当政府长期滥用权力时，人民有权拿起武器反抗。这种反抗暴政的政治哲学，使枪支被赋予超越工具属性的象征意义，那就是拥枪才能保障自由。在美国建国初期，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博弈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民兵的重要性。各州担心联邦政府建立常备军威胁州权，坚持保留由公民组成的民兵组织作为制衡力量。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詹姆斯·麦迪逊明确提出，只有让人民保持武装，才能防止政府沦为专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的民兵职能与现代军队存在本质差异。
当时的民兵需自备武器参加训练，战时响应征召，平时则回归平民身份。这种兵民合一的制度设计，使得持有武器成为公民履行军事义务的前提条件。第二修正案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诞生。这既延续了殖民时期的生存传统，又承载周全制衡联邦的政治考量，更暗含对专制政府的高度警惕。而到了21世纪之后，美国各州的法院在涉枪案判决当中，依据第二修正案的判决也不是完全一致。2008年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就极大影响了第二修正案的司法解读。在此之前，最高法院以长达69年未直接审理持枪权案件。各级法院普遍遵循1939年美国诉米勒案确立的民兵关联原则，那就是仅支持与军事用途相关的持枪权。但2008年海勒案中，保守派大法官以5-4的微弱优势推翻先例，首次明确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在家庭中拥有枪支用于自卫的权利与民兵服役无关。判决书中，斯卡利夫大法官认为，18世纪制宪者的愿意就是认为公民个体有权持枪，枪支作为自卫工具的属性不应被民兵条款剥夺。此案直接废除了华盛顿特区实施32年的 Handgun 禁令，允许公民在家中存放上膛枪支用于防卫。这意味着各州及地方政府不得随意制定比联邦更严格的控枪法律。芝加哥、纽约等传统严控城市也应服从。在判决书中，阿托利大法官认为，持枪权如同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一样，是美国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必须受到各州尊重。2022年的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起诉布鲁恩案，则进一步削弱政府控枪权。最高法院以6-3的保守派优势判决，纽约州要求公民证明特殊需要才能获得公共场合持枪许可的法律是违宪的。这3个里程碑判例构成个人持枪权的司法确立3部曲，从家中自卫到州政府约束，再到公共场合持枪，最高法院一步步将第二修正案解读为近乎绝对化的个人权利。如此一来，地方政府要出台限枪令就基本不太可能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每个州的枪支管控力度就真的大同小异了。作为民主党主政的深蓝州，加利福尼亚州就构建了美国最严密的枪支管控体系。2000年通过的罗伯法案全面禁止军用规格的攻击性武器，包括 AK-47、AR-15等半自动步枪及其配件。2014年实施的弹药背景审查法要求购买子弹需通过联邦调查局的即时犯罪背景调查，这都是尽量规避枪支犯罪事件发生的措施。2023年新修订的法律则更进一步，要求所有枪支交易必须经过持牌经销商私人转让需办理过户登记。与加州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德克萨斯州的宽松枪支政策。2021年通过的宪法携带法案彻底取消了枪支许可制度，任何21岁以上无犯罪记录的公民都可在公共场合公开携带手枪，无需接受培训或背景审查。至于美国广大地区今后究竟是向加州看齐加强管控，还是逐渐走向德州放松枪支管控，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